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月琛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哦，这个是新的战略，中国大陆终于是开通了它的这个北极快航。多快速呢？18天就可以直抵欧洲国家了。它现在中国祭出了3箭齐发，要躲开地缘政治的风险。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一起举行的这一场潜舰联航，撼动全球的航运命脉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首先，今天节目开始先关心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提到的中欧北极快线是终于开通了，18天就可以快速抵达欧洲。等于说，大陆直接打破苏伊士运河的垄断，未来货运的规则是重新改写了吗？第二点，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刚刚提到中国大陆3线来做这个比拼哦，包括它现在有的北极快航，再加上中欧班列和海上丝路，北京多线布局能够避开目前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吗？这是第二个。最后来关心到中俄之间的合作，他们的潜舰是首度的举行了联航军演，未来合力可以一起来守护多个航运命脉，包括在北极、南海跟东海，抵制美国的霸权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先来关心这个是中欧北极快航的开通哦，来自于9月22号大陆的浙江省宁波市政府正式的宣布了，一艘货柜船从当天呢，在9月22号从舟山港终于正式的启程了，经过北极航道行驶到英国的港口。我们来请导播 take 一下旁边这张地图，从这个大陆的舟山在这边走这一条红色的线，我们看到它这样一路的绕，就可以绕到英国这边来了。现在再看呢，这个其实是首条中欧北极货柜的快速航线，开通之后，重点是时间上只要18天，比传统的航线快了22天，所以预计这一次的航行大概10月11号就可以正式抵达了。更惊人的是，它的排碳量大幅的减半，相较之下，我们来看到几个地方的航运，从宁波走中欧班列要25天，苏伊士至少要40天，如果绕到好望角要50天，效率大幅提升，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航运大革命。委员怎么看？目前这一条北极快航啊，几乎是很多人都是非常关注啊，尤其是希望非常关注。我们只要看这个红色这一条路径图。这个是北极快航的路线，看起来好像很远了，事实上不是。它这个路线虽然是红色很远，那这个看起来蓝色走苏伊士运河比较短，其实这是地球的关系啊。地球北极是很窄的，然后这边是比较胖，赤道比较胖，所以是事实上是要缩短了很多。那从这里就是宁波的舟山港，然后出去就东海，对，东海过来就跨过宫古海峡，宫古海峡走日本群岛的东岸，然后往北走，走过这个勘察加半岛，然后进入了白令海峡啊，通过白令海峡这边是楚科奇半岛，那沿着俄罗斯这一边，为什么沿着俄罗斯这边呢？因为在北极的地方啊，地球转动的方向关系，很多比较重的冰块都会往这边挤到加拿大去。会挤到格陵兰去，所以天气暖化是使得这个沿着俄罗斯这一边呢比较容易通航。那目前也有了俄罗斯的帮助基本上以前如果有冰封的时间呢很难走，那俄罗斯在某些季节里面的确能够用破冰船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直走过了这个冰岛跟挪威的海峡，最后进入大西洋，进入大西洋就直接到了英国的港口这个大概北极快航，那有什么特点呢？正常航运大概18天就到18天就到不过这里还是有2个问题这边地方气候变化比较大我其实搭过这个破冰船，我在芬兰北边搭过破冰船，在这附近。那我说这个天气好晴朗，好棒哦。他说有时候冰层很厚的时候，破冰船也不一定能够发挥效率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禁航通知，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去。第二个问题，他说船的吨位如果太大的话，
破冰船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帮忙，这个时候也会就吨位来做一个限制，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限制吨位，有的时候限制通航的时间啊。那如果有暴风的时候，我说暴风很多吗？我看天气好得不得了，都几乎没有云。他说我们这边暴风不输你台湾，那就通航时间就会缩小啊。那这个虽然说未来可能5、6年内可以整年度都可以通航，但不表示每一个月通航的时间都30天，这个大家注意到。所以它的限制是自然的限制，那至于这个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哈，因为在印度洋这附近呢，基本上，风暴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哈，所以这个好处是比较安全，坏处是比较远，而且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有的时候还要等很久。那再加上说，现在有胡塞组织的问题，对，要通航的话，看过你是哪一国的执照，有时候有点麻烦。那中国的货物倒是不一定是中国的船在运哦，中国出口的货物啊，由中国的船来运的只有1/3，其他2/3都是欧洲的船，还有包括台湾的阳明海运啊，什么万海航运啊，等等在运装。那除此之外，现在大家流行的走中欧班列啊，中欧班列。这几天不是因为波兰说你经过白俄罗斯不准进入我境内嘛，卡住了。那听说已经开通了，因为什么？因为波兰总统下令说，不让中欧班列经过，他本来以为可以卡住中国，就发现他卡住2个人，都跟中国无关。第一个，他们经过波兰的，总共有5000多个人靠这个吃饭，哇，那还得了？就跑去抗议啊！波兰傻眼了哦，不是只有马路通过没有人，错了。每个车站啊等等，靠这个吃饭的5000多个人。第二个，德国坐不住了，德国在等货，等不到。汽车零件。大家可能不了解他们的经济结构，波兰完全靠德国在过日子。它的经济体制没有德国的话，波兰是没办法生存的啊。所以金主生气了，所以波兰就要乖乖开放了哈。倒不是因为王毅跑一趟的关系啦，跑一趟当然有一点软化的功劳，可事实上中欧班列要挡了不可能，而且中欧班列不一定跟这不是互相取代的哦。我跟大家说明，中欧班列是有特定物品在运，那很多东西还是要走货柜轮哈，比较便宜哈。但中欧班列现在就是不只是一条航线哦，经过白俄罗斯进入波兰的，它现在还有要经过什么哈萨克的。那听说未来还要经过什么土耳其了哦，反正这个规划路线很多，所以未来中国班列会有好几条路线，就可以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你经过的国家太多了嘛。那像海运没有经过什么国家，都是公海为主，所以问题比较小。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大陆在打开这个对外的通路，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名义底下，这个各个计划的替代性很高，而且互相的弥补性也很高。好，这是中国大陆舰也是全球首条的中欧北极的快航，所以特别的别具意义哦。刚刚也讲到说，确实它是会受到包括了天气还有吨位上面的一些限制，所以这一条这个快线现在中俄之间是努力的正在推进。俄罗斯官员也在这个时候喊话了，他说未来的5到6年要实现全年的通航。当然了，也有来自于德国的媒体是正面看待这个大陆的这个计划。他认为说，北京借由北极航线正在建构一个比较多元的出口网路，为未来的地缘政治震荡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大陆现在是三线齐发，它除了打造北极快线，还有中欧班列跟印度洋海上丝路，到底可以规避多少的风险呢？那中俄一起合作在战略上面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赖老师怎么看？先从这个国防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二战期间，尤其是在中国对日本抗战期间中国曾经被日本封锁过，所以我们当时要打通这个滇缅公路真的是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够把滇缅公路打开。可是你知道，滇缅公路一打开，你说盟军的援助进入中国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被天然的条件制约，所以中国自己本身有被封锁这样的一个经验，因此不能够再被封锁了。那怎么样能够不被封锁？当然就是你的全球的贸易网路，也就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这些要多元化，要把它开通下来。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第二个就是
地球村、贸易一体化。那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业，一个国家占全世界的商品的总产额30%，你 G7 的国家加起来都不到中国。那你就可以看到大陆的商品制造业那非常的强大。那制造业这么的强大，它需要外国的原料进来，而且需要把它的产品卖出去，一定要靠交通线。那交通运输里面，海运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大宗。可是问题就在于你内陆省呢，例如说像新疆、像青海啊，越是靠内陆的这些省份，你要走海运，过去以往，尤其这些省份，它基本上通常都是农产品、畜牧业，这是大宗物资。大宗物资可是它的价格、它的附加价值并不高，所以它的运输成本越高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它本身的竞争力就越差嘛。所以越靠沿海的，大部分越走海运；越靠内陆的，它大部分越走内陆。那这样的情形，中欧班列是一定要走的路。所以我个人认为，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你根本做不到啊，因为你的铁路要这样拉一条线，而且呢，每个国家的轨道很多并不都是一致的，所以你要把那个标准轨，而且你铁路的转换都要建立起来。他们认为你这个根本做不到。第二个，国家这么的多，恐怖分子这么的多，你要全部都打通，而且还要能够让它这个通货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标准性、一致性，也就是我这边的签条一封以后，我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全部都一路开通。那我只看封签有没有被换掉。那这个部分，你想想看，要经过多少外交斡旋？是。而中国全部都做到了，这一点才会让西方国家感觉到非常震惊。也就是有这个“一带一路”，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所以中国的工业产品它就可以尽情的去生产制造，世界各国的原物料或者产品也能够尽情的往中国大陆这边来输送。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走的事实上是很成功的啊。那最近会引起大家话题的，那当然就是波兰把边界封锁住，这个引起大家的话题。刚刚委员说得很清楚，因为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那你中国完蛋了啊，这个中欧班列断了。可是我们在问的问题是在于，那你欧洲怎么办？欧洲的影响更大嘛？对。那对欧洲来讲，那当然会给波兰压力。坦白说，波兰自己压力也很大，因为波兰自己作为一个交通的枢纽点，它赚多少钱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北海的就是北冰洋的这条快捷一宣布啊，其实你想想看，波兰整个崩溃了嘛，因为我18天就可以到而且我们刚刚谈的这条海运，刚刚有谈到不能够太重嘛，所以目前来讲是1000列左右，1000个集装箱。可是问题就在于，中欧班列的集装箱事实上是受限制的，也就是它总重一个火车头，一个火车能够拉的总重是1300吨，总重最多只能拉到这里。那你想每个集装箱20尺的，然后它能够拉多少？那根据需要，所以它本身跟海运事实上是不能比的。可是我们在强调，由于内陆本身需要的是走内陆线，因为当它运到，例如说你运到这个上海，你再出海，那这段路划不来，它干脆往中亚那边走比较快。所以我个人认为，多种多元化、多种搭配进行的时候，对于全世界跟中国的贸易就更加的便捷。因此，我估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敢再尝试随便断掉这个丝绸之路，不太敢了。好，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是中欧的北极快线哦，在经济上面可以为中国大陆带来利益，当然在战略上面也可以带来中国大陆很大的利益。不过我们也来看到，另外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合作，这一次在军事上面也同步的升级。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这个防务新闻特别做的披露，他这边特别提到的是中俄举行的这一场潜舰联合巡航。那我们来看到它的阵容哦，派出的是双方都派出了这个是基洛级的潜舰编队，从海参崴出发，经过了日本海、东海。
再来航程将近3000多公里之后随行，还有俄罗斯的响亮号护卫舰跟潜舰救援船。虽然现在看起来没有动用它最先进的核潜舰，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战略信号了。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中俄的潜舰一起做合作，代表说未来可以一起守护，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海或是东海，在航运上面的利益吗？张老师怎么看？我想啊，首先我们必须要大家要记得 Kilo 7潜舰啊，事实上是从俄罗斯所产制的。当然，中国大陆也用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特别派出这个潜舰，在相当程度之下，还是在学功夫、练本事，没有拿出自己所产制的潜舰。而且呢，他们不是紧密的巡航编队，他从海参崴啊这个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讲是先后，然后相互呼应，最主要是资料的交换，而不是那种紧密的编队，因为那个不符合真正潜舰作战的基本原则。那在战略的层次上，中俄双方在维护特定海域的航运安全啊，确实具有共同跟平行的利益。但是呢，这个利益到底有没有到达说是以任何同盟关系合力去保卫的地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审慎观察一下。但是呢，这个我认为，就算是要合力去保护啊，也不会光只有潜舰来担纲，那必然是水面船只这个各种的都要来担纲。但是呢，我还想啊，这个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有关这个北极航路，是我们都知道北极啊，其实在海底啊存在了很多的资源，这个任何事情都是以交通为先，所以未来之中，万一在那边探勘还有很多的资源呢或能源的出口，事实上那个也是潜力无穷。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啊不断在那边自行啊单方面就宣布，它要扩大它的大陆棚，然后去涵盖啊这个北冰洋，就是在抢夺资源。所以我们不要单纯只看这条航线，这条航线事实上潜力无穷啊。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